各位朋友，本台的名言反共必脑殘啊！今天呢，咱们就来说说在中国一个特殊的群体，叫做公知。那有人说，那公知那就必然反共吗？我个人是这么認為的，最起碼他心裡邊對縣政府有所不滿，所以他才能成為公知。所以呢，我也把它歸結於這個，要不就是精神有毛病，要不就是智力有毛病的腦殘，或者說是雙雙有毛病。這個公知呢，你要說他智力有毛病呢，很多人覺得不太信服，但是他精神上一定是有毛病的。各位啊，我跟你說，這個易中天啊，原來呢他是個精神病，因為有心理學家分析了易中天的這個病情，而且還有一個中國有一個公知女明星袁麗，這個袁麗這個腦子就更不正常了，她在上海重病住院，把她救回來以後呢，她第一時間感謝的是上帝天父，而不是醫生。哎，我們先來看看袁麗怎麼回事吧。袁麗呢發表了一番高論啊，說在這次極難的生病當中，魔鬼非常的狡詐，毒鈎的位置非常的刁鑽，但是我的天父救了我，差派了許多的天使來拖住我。人的一生的壽數在上帝的手中，我在地上的使命還沒有結束，我還要繼續在中國大地上演一台大戲。不是說不能信教啊，這個宗教自由是吧？但是信教信的如此的魔怔呢，哎，這倒也少見。這個住院動手術，手裡邊一直握着個十字架呀。明明是上海的瑞金醫院的醫生護士救了他的命，結果他非說是上帝天父派天使拖住他。都2026年了，咱也不清楚袁麗具體信的基督教是哪個分支啊，但是從他一直對美國無比崇拜的狀態來看，大概率是加入了某個打着基督教名義搞各種奇奇怪怪的這種黑教會吧。另外他信的這種信教信魔怔人的這個邏輯，什麼都是上帝的，是上帝借着醫生護士的手救了他，他就認為是上帝派天使了。那上帝要真要派天使來，不就直接把他接走了嗎？啊，為什麼還把他退回凡間呢？對吧？哎呀，這個按照中國人的想法來講，這是醫院的醫生救了你啊，你應當滴水之恩湧泉相報啊，你這個說法那不就是純純的白眼狼嗎？你說這位公知女明星腦子是不是有毛病啊？咱們再來說說中國公知的鼻祖易中天啊。易中天這個腦子有沒有毛病呢？易中天腦子的確是有毛病啊。當有這個觀眾問易中天的時候，你認為中國能夠超過美國嗎？你仔細品品易中天是怎麼說的吧。所有的都說中國什麼幾十年後能超越美國，而且現在說中華崛起嘛，就想問一下，在您看來，覺得後面這幾十年應該預測一下。我用3句話回答你的問題了：現狀不可描述，未來無法預測，一切皆有可能。中華文明目前實話實說，影響力不是那麼大。西方現代文明是目前為止世界上最強勢的文明，它的影響力最大，以至於世界各國幾乎都沒有辦法離開西方現代文明而生活。幾乎全世界都在吃麥當勞、吃肯德基、穿牛仔褲，包括我們使用的這個麥克風、電腦、手機、
這都是西方科學技術的成果。第二種世界性的文明就是伊斯蘭文明，伊斯蘭文明的影響力僅次于西方现代文明，它已經覆蓋了50多個國家，將近60個國家。第三大文明就是我們的中華文明，中華文明也是世界性文明。在這三大文明當中，中華文明是最早成為世界性文明的，而其中最強的是西方現代文明，最弱的是我們的中華文明。這就讓我想起了諸葛亮《出師表》的一句話：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那這個時候，我覺得就應該向人家學習。至於未來，我覺得就是也有4句話吧：堅持改革開放，完善市場經濟，善待民營企業，保護公民權益。只有這樣，才能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易中天他的這種表現是可以歸結成一種常見的心理問題，主要表現為就是對不了解的人、不了解的事情過度美化，認為對方是完美無缺的。同時對熟悉的人，他產生失望感，會放大其缺點。那麼這種心理問題形成的原因是什麼呢？就是這一類人在現實生活中是很壓抑的，而這種壓抑呢，是源自於他的內心的自大和自卑的那種矛盾糾結。比如你看易中天他在厦大去接受好像是有一個最高榮譽領導頒獎的時候，他的那種點頭哈腰的樣子，對比他原來曾經也說過領導算什麼，就是表示自己很清高，藐視領導，就是這種情景的衝突，其實就是他的自大和自卑的那種矛盾的一個顯性化的體現。那麼為什麼他會把不熟悉的人去理想化呢？其實它是一種自大的外化的投射，它是去美化所謂的他同頻的那種境界，用來對抗真正現實中這種自我渺小感。大家好，我是薛姐姐。最近網上又有很多人在罵易中天。之前我講過他那句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就是在吹捧西方的契約精神和財產權保護理念，他所說的這個很有名的一句話。今天呢，我就舉最近網友罵他的事情，對他這一類公知他們的心理做更深一層的剖析。前提就是這類公知他是沒有被判定為間諜，但是呢，他的這些所表現出來的行為，他的內心到底是一個什麼問題啊？最近網上主要罵他有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翻出他在2016年在廈門大學演講當中，他說科技進步讓生活快捷然後他一轉語氣就是說，坐高鐵飛機的時候，我們跟快遞包裹沒區別，就沒有陸游當年所寫的寄與騎驢出劍門的意境。主要罵他罵什麼呢？一個就是他在我們國家科技落後的時候，拿我們的落後去对比過西方的先进，然後在西方科技多進步，羡慕西方人民多幸福。那麼我們科技越來越進步的时候呢，他就在廈門大學當着眾多的師生面酸不溜秋的說，我們坐高鐵飛機，那個時候我們的高鐵已經開始超越國際的科技先進水平，我們是很自豪的。那他就說我們跟快遞包裹沒有區別。另外呢，就是說陸游的詩其實是細與騎驢入劍門在他演講他就說成了出劍門，就有網友說他的內心有多想出去是吧？其實易中天他的這種表现是可以歸結成一種常見的心理問題的。這種心理問題它主要表現為就是理想化遠方就是對不了解的人、不了解的事情過度美化，認為對方是完美無缺的。同時他會貶低身邊就是對熟悉的人，他產生失望感，會放大其缺點。那麼这種心理問題形成的原因是什麼呢？就是這一類人他在現實生活中是很壓抑的而這種壓抑呢，是源自於他的內心的自大和自卑的那種矛盾糾結。比如你看易中天他在廈大去接受好像是有一個最高榮譽
領導頒獎的時候他的那種點頭哈腰的樣子，對比他原來曾經也說過領導算什麼，就是表示自己很清高，藐視領導，就是這種情景的衝突，其實就是他的自大和自卑的那種矛盾的一個顯性化的体現。那麼为什麼他会把不熟悉的人去理想化呢？其實它是一種自大的外化的投射，就是說你看我同频的人，我理想的這種境界是怎麼樣的啊，多麼好，他是去美化所謂的他同频的那種境界，用來对抗真正現實中他的這種自我渺小感。那麼為什麼對熟悉的人他就會貶低呢？是因為人都是有缺點的，都是有問題的，所以他对任何人，只要他熟悉後，當對方無法滿足他的期望的时候，希望破滅的時候，他都會全盤否定的。所以他這種人如果真的放到美國去住幾年，他也會希望破滅，他也會全盤否定的。到時候拉不拉得下臉來承認，這是另外一個問題。具備這種心理問題的人呢，他往往就會將人和事分為全好或者是全壞兩個極端，他無法去接受人的複雜性，事物社會的複雜性，它是非黑即白的这樣的一個判斷方式。這種心理問題恰恰又充分體現在網友們前段時間吐槽他的另外一個問題，就是2025年易中天他編劇和監製了動畫電影《三國的星空》，引發了歷史虛無主義的一個激烈的爭論。他這個影片的敘事主線聚焦在曹操的崛起之路，就是討董營地官渡之戰。他在這個影片的敘事當中是刻意忽略和淡化了曹操在這段歷史中具備這個爭議的一些行為，他試圖將曹操塑造成為一個陷入存在主義思考的這樣的一個溫情的角色，例如是我是天上哪顆星星這樣的一個處理方式。那麼就是將一個在亂世中集雄才大略、機變權謀、冷酷殘忍於一身的一個複雜的政治家，抽象並且簡化成為一個超脫於具體歷史罪惡的、近乎於純良的一個哲學英雄。這種塑造就剝離了歷史人物所處的具體的殘酷的社會政治環境，就使人物失去了歷史的真實感。所以很多人都在批評他這個是歷史虛無主義，其實就是源於他的非黑即白，對世間萬事萬物簡單化的這種處理的一個心理問題。那麼像易中天這樣的人呢，這幾十年以來有不少的，有些人可能是已經被西方勢力同化成為漢奸和間諜，那麼有一些他們是帶着可能不自知的心理問題，一直在用這種非黑即白、近黑遠白的對萬事萬物的偏見，不停地在輸出有病毒的信息，在不自知地去傳染易感人群。所以我們現在社會對易中天這類文化思想的批評和批判，其實是對這類文化病人的一種隔離，是正確的，是進步的。好，今天就講到這裡，記得點讚關注哦。各位，瞧見這位美女心理學家給易中天下的這個精神病的診斷準不準確呀？要我說，太準了。易中天他就是個精神病，怪不得被現代的社會淘汰了，成了過街的老鼠啊！點個訂閱，咱們下期再聊。